你能想象吗？路边随处可见，常被当作杂草清除的蒲公英，竟可能是癌细胞的克星。听起来像都市传说，却有科学研究为它背书。一项来自加拿大的研究引起了全球关注。蒲公英的根部萃取物在实验室中48小时内杀死了超过90%的大肠癌细胞。这个发现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蒲公英根为何具备如此惊人的抗癌力量？本文将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带你深入探索蒲公英根的传统应用、科学研究发现以及现代医学对此的看法。从天然草药到潜在抗癌新星，蒲公英根究竟是否值得我们期待？让我们一探究竟。蒲公英是一种在全球各地随处可见的菊科植物，亮黄色的花朵，随风飘散的白色絮球，让它成为童年记忆中吹散蒲公英种子的主角。然而，在园艺师眼中，它是不请自来的野草，但在传统草药领域，蒲公英早已是用途广泛的天然良方。事实上，蒲公英的根、叶、花在中国、墨西哥、北美等地的民间医学中使用已长达数世纪，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人们会将蒲公英制成茶饮、药酒、汤品或沙拉，认为它具有利尿、助消化、消炎等功效。中国传统医学更视蒲公英为清热解毒的药。据记载，可用于消肿散结，例如治疗乳房或肠道的臃肿，促进乳汁分泌以及改善肝胆功能等。在西方草药学中，蒲公英根也常被烘焙研磨成咖啡替代品，据说有助于护肝排毒和刺激食欲。由此可见，蒲公英虽然外表平凡，却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了天然药草的身份。既然蒲公英在传统医疗中具有一定地位，许多人不禁好奇，这种平凡的小花是否藏着更惊人的疗效，例如对抗癌症。过去这可能只是民间的猜想，但近年来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例，让蒲公英根的抗癌潜力浮出台面，引发科学界的浓厚兴趣。大约在10多年前，加拿大发生了一件令医界惊讶的事情。一位72岁的加拿大白血病患者，在经历标准化疗无效后，被医生告知已无更好的治疗方案。在走投无路之际，这位老人决定尝试一种听来异想天开的偏方，每天饮用蒲公英根泡的草药茶。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内，他体内失控的白血病细胞竟开始减少，病情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缓解。他的血液指标逐步恢复正常，身体状况明显改善。2012年，加拿大主流媒体报道了这起案例，将蒲公英茶称为可能的抗癌奇迹，引发公众热议。这名患者的主治医师，肿瘤科医生 Caroline Ham 对此现象既惊喜又疑惑。Ham 医生亲眼见证病人病情好转，于是和同事将这起不寻常的病例撰写成报告发表。在报告中，他描述了患者在接受一次低剂量化疗疗程后，配合饮用蒲公英茶，白血病细胞数骤降，并长期维持缓解的经过。然而 Ham 医生也谨慎地指出，这只是单一病人的经验，蒲公英茶并非对所有患者都有效，而且未经医师指导自行服用大量蒲公英萃取物可能会干扰正规化疗疗程。换言之，这起奇迹案例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必须理性看待，不能将其当作取代医疗的偏方。即便如此，蒲公英根可能具有抗癌活性的讯息，仍吸引了一群科学研究人员的注意。其中，加拿大温莎大学的生化学教授西亚拉姆·潘迪领导的团队对此产生浓厚兴趣。他们深知癌症治疗领域急需更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案，而传统草药或许是宝库之一。在2010年代初，潘迪教授与 Caroline Ham 医生展开合作，着手研究蒲公英根萃取物对癌细胞的作用机制。研究计划获得了一些社区基金和科研资助的支持，当地的慈善团体和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等机构也对此投入经费。经过一系列实验室试验，传出初步捷报后， Ham 医生于2012年向加拿大卫生部提出临床试验申请。2015年，加拿大官方正式批准针对末期癌症患者的蒲公英根萃取物一期临床试验。消息传出时，许多人寄望这项天然疗法能为绝症患者带来新契机。值得一提的是， Pandy 教授团队在实验室中的确观察到了令人鼓舞的现象，蒲公英根萃取物能诱导癌细胞走向程序性死亡，
也就是启动细胞自杀的机制，同时对正常健康细胞几乎不产生伤害。这种选择性杀伤效果让研究人员看到了蒲公英根作为抗癌剂的潜力。随着科学验证的深入，蒲公英从奇闻异事逐渐走进实证医学的殿堂。那么，实验数据到底揭示了什么？下面让我们看看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的真相。通过严谨的科学实验，加拿大研究团队为蒲公英根的抗癌功效提供了实证。2016年，温莎大学的潘迪团队在学术期刊《Oncotarget》发表论文，详细报告了蒲公英根萃取物 Dandelion Root Extract（DRE） 对结肠癌细胞的作用结果。研究人员将从蒲公英根部取得的水性萃取物加入培养中的人类结肠癌细胞，结果发现，在处理后的48小时内，超过 95% 的癌细胞被诱导进入程序性细胞死亡。换句话说，癌细胞启动了自我毁灭的程序，不再生长，甚至分解凋亡。而令人称奇的是，这种强大的杀伤效应几乎完全选择性的作用于癌细胞，对正常的健康细胞则没有明显毒性伤害。这表示蒲公英根萃取物只杀癌细胞，不伤好细胞，符合理想抗癌药物的特质。不仅在试管中奏效，蒲公英根萃取物在动物实验中也展现了惊人的抗癌威力。研究团队在小鼠身上移植了人类结肠癌肿瘤模型，让小鼠经口服方式摄取蒲公英根萃取物，结果发现，与未接受萃取物治疗的对照组相比，服用蒲公英根萃取物的小鼠体内肿瘤几乎停止了生长，肿瘤增殖速度被大幅延缓了超过90%。这意味着蒲公英根的活性成分在活体环境中也能发挥抗癌作用，抑制肿瘤的发展。更令人振奋的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小鼠并未出现明显的毒性副作用，它们的体重、食欲等正常生理指标没有受到显著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蒲公英根萃取物低毒性、高选择性的特点。科学家们对这种现象背后的机理也展开了深入研究。他们观察到，蒲公英根萃取物能多途径地引发癌细胞死亡，其中一条关键途径是诱导细胞走向凋亡，也就是上述的细胞自我毁灭程序。通过染色与基因分析，研究人员证实，经过蒲公英萃取物处理的癌细胞内部启动了多种与细胞死亡相关的基因，例如活化了启动细胞凋亡的霉光、天蛋白酶、富8等。这种由细胞内部程序触发的自杀行为，导致癌细胞的细胞膜崩解、DNA 片段化，最终走向死亡。此外，蒲公英根萃取物还诱发了细胞自噬的发生。简而言之，自噬是细胞启动自身的分解代谢机制，把自身部分组织当作养分吃掉，这在癌细胞中会造成能量枯竭和结构破坏，最终配合凋亡彻底毁灭癌细胞。蒲公英萃取物能同时引发凋亡与自噬两条死亡途径，显示其抗癌作用威力全面，可多管齐下对付肿瘤细胞。为了进一步揭开蒲公英根的奥秘，科学家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蒲公英根萃取物是由多种植物活性化合物组成的天然鸡尾酒。研究团队分离出了其中的一些已知具抗癌活性的成分，包括 alpha 蒲公英醇、贝塔蒲公英醇、鲁佩醇以及蒲公英固醇等三萜类天然物质。这些物质在其他研究中也被报道具有抗炎或抗癌活性，因此推测，蒲公英根的强大效应并非来自单一神奇分子，而是多种成分协同作用的结果。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多成分组合，萃取物得以同时攻击癌细胞的多个弱点。有趣的是，当研究人员分别测试上述单一成分时，发现单独效果反而不及完整萃取物的综合作用。这印证了天然植物药的奥妙，整株药草往往比纯化的单一化合物有更全面的疗效。经过一系列研究，潘迪教授等人对蒲公英根的评价是充满期待的。他们在论文中指出，蒲公英根萃取物有望成为一种无毒且有效的抗癌替代疗法，对付顽强癌细胞的同时不伤害正常细胞。未来或许能减少传统化疗药物引发的严重副作用，也可能降低癌细胞产生耐药性的概率。从昔日被忽视的野草，到如今崭露头角的抗癌新星，蒲公英根的转变让人不胜惊叹。然而，
这项发现并非单一孤立的巧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在其他研究中，蒲公英根同样展现出令人瞩目的疗效。白血病。在蒲公英根对抗大肠癌的发现之前，潘迪教授团队其实已在白血病细胞上看到了类似效果。2012年，他们在权威期刊《公共科学图谱》发表研究，证实蒲公英根萃取物能有效诱导人类慢性单核性白血病细胞发生、细胞凋亡和自噬，而且对正常血液细胞无明显毒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白血病细胞本身对传统化疗高度抗药，但蒲公英萃取物仍然成功地使其启动死亡程序。研究还发现，蒲公英萃取物最早在处理后24小时内就能活化关键的 caspase-8酶，随后导致线粒体膜崩解等一连串细胞变化。由此可见，蒲公英根对某些抗药性极强的白血病细胞依然有效，这对治疗顽固血癌提供了新思路。黑色素瘤与胰腺癌。温莎大学的团队后来将研究触角延伸至其他致命癌症模型。他们在实验中报告，蒲公英根萃取物对恶性黑色素瘤和胰腺癌细胞同样具有显著的杀伤作用，尤其是胰腺癌被称为癌王，且对现有治疗普遍耐受。但蒲公英萃取物在细胞实验中也能诱导其走向细胞死亡。研究指出，蒲公英根启动了这些癌细胞外部的死亡受体途径，通过与白血病细胞相似的机制来促使肿瘤细胞凋亡。黑色素瘤方面的试验亦显示了细胞存活率的大幅下降。这些发现再次证实蒲公英根的广谱抗癌潜力，不论血癌、皮肤癌或内脏癌细胞，似乎都难逃其毒手。前列腺癌。2019年，加拿大温莎大学的研究者进一步探索将蒲公英根应用于前列腺癌的可能性。他们在一项发表于 Hindawi 出版社期刊的研究中发现，若将蒲公英根与香茅等其他草药的提取物结合，再配合标准化疗药物一起使用，能够增强化疗对前列腺肿瘤的杀伤效果。在小鼠移植肿瘤模型中，使用蒲公英根加香茅加化疗的组别，肿瘤缩小明显快于单独化疗组。这提示蒲公英根萃取物未来或许可作为一种化疗辅助手段，帮助提高清除癌细胞的彻底程度。不过，作者也强调，目前尚未针对此组合疗法进行人体试验。他们提醒说，在不清楚是否安全有效之前，不建议患者擅自尝试将草药与化疗并用。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自然产物与现代医药结合提供了有趣的思路。乳腺癌。最新的研究甚至将目光投向难缠的乳癌类型。2022年，中国北京大学的科研团队发表了一项针对三阴性乳癌的研究成果。他们证实，蒲公英全草的提取物能够抑制三阴性乳癌细胞的增殖，并在实验小鼠体内显著减慢此类乳癌肿瘤的生长。在网络药理学和多重组学分析中，研究者辨识出提取物中两种可能的活性成分，苦苷 F 和木烯草素，能与调控脂质代谢的重要酶结合，从而抑制肿瘤生长。这项来自东方的研究不仅再次确认蒲公英的抗癌活性，还深入揭示了其在分子层面的作用机制，让人对蒲公英应用于难治性癌症的前景充满期待。综上所述，从北美到亚洲，各地科学家在不同类型的癌症模型中皆观察到蒲公英根提取物的抗癌效果。这些研究涵盖血癌、皮肤癌、胰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等，多数结果都指出蒲公英提取物能选择性地诱导癌细胞死亡，同时对正常细胞相对温和无害。虽然各研究的侧重有所不同，但一脉相承的是，蒲公英根确实展现了作为天然抗癌剂的广泛潜力。然而，实验室的成功并不代表它已经成为临床上的灵丹妙药。在欢欣鼓舞之余，我们也需要听听主流医学专家的看法，审慎地评估这项天然疗法的现实意义。对于蒲公英根的抗癌传奇，主流医学界抱持着希望与审慎并存的态度。一方面，这些研究结果显示出令人兴奋的前景，一种古老的草药竟可能为癌症治疗带来全新思路。事实上，许多现代抗癌药物本身就源自植物等天然产物，例如著名的化疗药物紫杉醇就是从红豆杉树皮中提取的。超过70%的化疗药都能在大自然中找到灵感或原型。因此，
科学界普遍认为，探索传统草药的抗癌活性是值得投入的方向。蒲公英根的研究正是传统医药与现代科学融合的绝佳范例。然而，另一方面，医学专家也强调了几点重要的事实，需要公众理性看待。首先，目前缺乏人体临床试验的证据。迄今为止，关于蒲公英根抗癌效果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培养细胞实验和动物模型阶段。尽管加拿大已批准了蒲公英根萃取物用于末期癌症患者的早期临床试验，但据潘迪教授透露，研究团队在招募志愿受试者时遭遇重重困难，加上资金后继不足，试验进展并不顺利。截至目前，还没有发表可供验证的临床试验结果。换言之，我们还无法确定蒲公英根对人类癌症患者是否真有显著疗效，以及最佳的使用方式和剂量为何。实验室的成功并不等同于临床疗效，这是在科学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中必须谨记的一点。其次，切勿擅自行医或放弃常规治疗。随着蒲公英抗癌的消息传开，网络上也衍生出许多夸大的宣传，有些声称蒲公英茶能速杀90%几的癌细胞，不用化疗，只喝蒲公英就能治癌等等。针对此类说法，医学专家严正驳斥，并发出警告。曾报道奇迹病例的汉姆医生透露，自从媒体提及蒲公英根的潜力后，他收到了许多癌症患者的来信和电话，表示想停止所有医院治疗，单靠蒲公英根制剂来抗癌。汉姆医生对此非常担忧，他指出这种做法相当危险，既缺乏科学证据，又可能耽误病情。他形容有些患者因误信偏方而中断正规治疗，令人既难过又惋惜。这种不实资讯无异于给患者虚假的希望。肿瘤科专家也提醒，大部分草药并非全然无害，蒲公英根若大量服用可能引起副作用，例如胃酸过多、腹泻、低血糖，或与某些处方药产生交互作用等。因此，患者在尝试任何草药疗法前，务必要先咨询专业医师的意见，以免因药物交互作用等问题影响原有治疗。最后，专家们虽然强调谨慎，但并非否定蒲公英根的价值。相反，多位学者表示对蒲公英根的抗癌潜力持审慎乐观态度。他们认为这些试验结果足以说明蒲公英根含有活性成分，能对癌细胞产生影响，只是仍需要更多严谨的研究来评估其有效性与安全性。有专家建议，可将蒲公英萃取物视为未来辅助治疗或预防的一环，例如配合传统疗法一起使用，但前提是要确认它不会降低其他治疗的效果，或对身体造成长期副作用。科学的态度就是如此，既不过度炒作，也不轻易否定，而是在希望与质疑中寻找平衡。随着更多研究投入，包括临床试验的推进，我们将逐步弄清蒲公英根在医疗上的真正定位。蒲公英根的故事折射出自然疗法与现代医学交汇的无限可能性。一株不起眼的野花，蕴藏着先人智慧与现代科学共同挖掘的宝藏，既有传统医药数百年的经验背书，又在实验室中展现出对抗癌症的卓越效果。我们看到，在科学家们抽丝剥茧的研究下，蒲公英根逐渐从民间偏方走向严肃的科学舞台。虽然目前离真正应用于临床仍有距离，但每一项发现都为这条道路增添亮光。对许多癌症患者而言，蒲公英根代表了一种新的希望，希望未来能有更温和的治疗方式，减少化疗的毒副作用，或在传统疗法无效时提供另一条出路。然而，我们也必须保持理智，希望必须建立在科学证据之上。在更多有力的临床数据出炉前，蒲公英根作为抗癌疗法仍处于探索阶段。我们期待医学界继续开展大型人体试验，验证蒲公英萃取物的疗效和安全范围。如果结果证实它确实有效且安全，未来有朝一日，这种平凡的植物或许会被制成新药，造福广大的癌症患者。总而言之，蒲公英根从传统草药蜕变为抗癌新星的旅程，正是科学不断进步、勇于探索自然的体现。从古老智慧中汲取灵感，结合现代严谨实验，我们看到了自然疗法与现代医学相辅相成的巨大潜力。也许再过若干年，当我们回首今日，会发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野草，为人类对抗癌症带来了新的契机。
蒲公英这朵小小的黄花会否成为未来抗癌道路上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拭目以待。